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煙虎味廚房。今天用腐薯瓜分享一道好吃的。根據家裡人口的多少，準備適量的腐薯瓜放在清水中稍微的清洗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腐薯瓜像不像一只握緊的拳頭，因為腐薯瓜的表皮有點粗糙，吃起來比較硬，我們要用削皮刀削乾淨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吃起來的口感會好很多。每年的11月份左右是腐薯瓜大量上市的季節，同時也是一年當中最好吃的時候。接下来把腐薯瓜切成薄片，我們盡可能的切薄一些。稍微的整理一下，然後再切成細絲。絲我们也要切小一些，這樣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看似平淡無奇的腐薯瓜，是一種低脂肪、高纖維、營養密度高的優質蔬菜，尤其適合追求健康飲食的人群。同時富含維生素和礦物質，能增強免疫力，促進膠原蛋白合成，抗氧化、抗衰老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接着往裡面加入1大勺的白糖，下手翻拌均勻，使腐薯瓜絲的表面都能夠裹上白糖。加入白糖醃製一下，可以殺出裡面的水分，同時還可以去除腐薯瓜的澀味。放在一旁醃製10分鐘左右。接着準備小塊瘦肉切成薄片，瘦肉我們盡可能的切薄一些。挑選瘦肉，我們最好挑選這種小里脊，因為這塊肉是豬身上最鮮嫩的部位。也不需要太多，一小塊就可以。然後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肉絲。瘦肉富含優質的蛋白質，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蛋白質的主要來源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澱粉或者是土豆澱粉，加入少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。這裡我們就不需要添加食鹽了。加入少許的清水，下手抓拌均勻，提前把瘦肉醃製一下，這樣可以使瘦肉在煮制的過程中不容易老。加入胡椒粉還可以去腥提鮮。放在一旁醃製5分鐘左右。接下來往碗中打入幾個雞蛋，雞蛋的數量也是根據家裡人口的多少來定。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，使蛋黃和蛋白充分的融合。攪拌成視頻中這樣的細膩狀，放在一旁備用。準備小塊脆皮的老薑，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薑絲。全部切好，放在盤中備用。準備一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蔥，直接把香蔥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。全部切好，放在盤中備用。現在的腐薯瓜也已經醃製好了，加入白糖醃製過後，醃出了很多的水分。接着加入多一點的清水，都淘洗2遍，直到把表面的白糖淘洗乾淨。加入白糖醃製過後，吃起來口感更爽脆，同時還去除了裡面的澀味。清洗乾淨之後，我們再用力擰乾水分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全部處理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起鍋不要放油，把鍋燒熱之後，把準備好的腐薯瓜直接倒在鍋中，用筷子快速的翻拌均勻，使腐薯瓜絲快速的受熱。這裡我們要不停的翻炒，把水分充分的炒乾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入味。
在炒制的過程中，我們要不停地翻動，防止佛手瓜燒糊，這一步特別的關鍵，也不需要炒太久，把佛手瓜水分炒乾就差不多了。炒制成視頻中這樣，盛在大一點的盤中。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有條件的可以加入豬油，把切好的薑絲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勻，把薑絲炒出香味。接下來往鍋中加入多一點的開水，這裡一定要是開水哦。接着把醃制好的肉絲直接倒在鍋中，用筷子拍散一下，這樣防止肉絲粘連在一起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佛手瓜絲直接倒在鍋中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啦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，您的每一個點讚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接下來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少許的松茸鮮調味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出現了少量的浮木，準備漏手把這些浮木全部撈乾淨。接着把雞蛋液直接倒在鍋裡面，像視頻中這樣慢慢的倒入，用筷子稍微的攪動一下，因為雞蛋比較容易熟，我們煮制的時間不需要太長，不然雞蛋很容易老。稍微的煮過20秒左右，煮制成視頻中這樣就差不多了。這個時候的雞蛋也已經完全成熟了，湯汁也變得非常的奶白，一道營養又好喝的佛手瓜肉絲雞蛋湯就這樣做好啦。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，有時間做給家人們嘗試一下。像這樣寒冷的冬天，來上一鍋真的是暖身暖心又暖胃。加入切好的蔥花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香味。脆嫩爽口的佛手瓜搭配上鮮嫩的雞蛋、嫩滑的肉絲，幾種食材搭配在一起，不僅增加了營養，同時豐富了口感。如果视頻对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